最近香港政府通过逃犯条例，被称为送中条例。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以游戏来说明，游戏内共有3个文明，分别台湾、香港与中国。虽然香港表面上属于中国，但他们的村民享有高度的自由与自治。中国不能直接控制香港的村民。台湾就更不用说了，中国虽然口口声声说台湾是他们的，但台湾有自己的军队，村民也有自主权。事情得从去年底说起，一名香港女村民与她的男友来台湾，却遭男友杀害弃尸。男村民潜逃回香港，但命案发生在台湾，香港方面不但无法以杀人罪审判，也无法原依据将凶手引渡回台湾受审，只能以洗黑钱的罪轻判2年5个月。香港方面为了解决这个 bug， 准备研发一项新科技——逃犯条例，让他国罪犯即使逃到香港，都可以被引渡回当事国受审。就在研发这个科技的同时，其他香港村民觉得大事不妙，纷纷放下手边的工作，上街抗议。这个科技之所以让香港村民这么反弹，就是因为它连中国也纳进了这个引渡条例。日后一旦全世界任何人被中共视为罪犯，那么中共就可以借由此法条引渡外国人到中国受审。其实能修 bug 的方法很多，像要直接与台湾签订协议，也能把男村民送回台湾。但偏偏当局要选的最复杂、争议最多的研发科技，让香港村民认为修 bug 只是幌子，实际上是要中国司法制度进入香港，破坏一国两制，从而达到完全控制香港社会的目的。研发引渡条例出现2个问题，第一个是中国这个文明的人权记录不佳，司法不透明，举世皆知，村民常常说了领导坏话，就这样被消失了。上世国王习大大说过，坚持加强党对依法治国领导与坚持中国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。因此，香港村民忧心自由丧失，人权价值被迫害，怕被中国控制。第二个，只需要香港国王同意引渡就能引渡。香港法庭没有调查权，只能听信中共提供的证据，所以基本上引渡是香港国王说了算。而香港国王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指派的，其实就是中共的橡皮图章啦。也就是说，日后中共说你有罪就有罪，嫌疑人毫无辩驳可能。例如，台湾村民可能在网络上说人家洗包子还是洗维尼，那么有可能在香港转机时将你自动转到北京。如果条例通过，那么香港将与其他中国城市无异，香港引以为傲司法独立管辖权也会荡然无存。像今天阿翔如果他老婆中国人，那么他就犯了中国重婚罪，所以阿翔这样偷吃在中国眼中就是罪犯，就准备转机到中国了。而我在上一集的影片说大清想跟日本秀肌肉，就被打成白痴的长崎事件，在中国网站不过审，原因是讽刺时政。那么我有可能在香港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张单程的北京机票。那么如果条例通过，影响有多大呢？美国依照1992年通过《香港关系法》，承认香港独立关税区，把香港视为一个在政治、法治、经济、贸易政策与中国大陆完全不同的地区。例如，香港特区护照与中国护照不同，申请美签时比中国人更容易。但美国这时却警告，如果逃犯条例通过，香港高度自治及法治精神将会受到打击。美国会终止香港关系法，把香港看作成中国一个普通城市，那么对香港的经济会有很大的影响。中共曾经提出的大湾区构想，就是把香港当作成一个地级城市看待，用发大财当口号，赤化香港。因此才会有103万香港民众走上街头，为了捍卫自由，免于中共恐吓与威胁。因为现在不站出来，也有可能就没机会了。